是去采茶叶吗？要去采茶。米线，他喜欢吃米饭。然后我们看到奶奶背，这个属于是生茶还是熟茶？生茶。我看看村民们准备要去干活的村民们吃什么早餐。哦，这个是玫瑰花瓣。这里是中国西南边陲的景迈山，位于云南普洱市南昌拉祜族自治县。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东接西双版纳，西邻缅甸，正处在中国跟东南亚的交界地带。这里一共有14个传统村寨，村寨跟茶林相互依存，形成了林中有茶，茶中有村的格局。很多人来到景迈山是为了喝一口普洱茶，但我决定来这里旅居1周的时间，是因为更好奇，在这一片紧邻缅甸的边境山林里，世代与茶相伴的布朗族、傣族，他们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大家早上好，现在是6点38。我在景迈山深处的村寨看一个日出。这里是3楼，有几间客房，我住在2楼。我刚才飞文街的时候隐约听到有客人呢，就是可能喝了茶没太睡好，但是在本地人这里，他和你喝茶的时候都会说，我们喝了一辈子了，不会有事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今天起早了，然后没拍到日出，下面太冷了，我赶着出发，所以这里的摩托车晚上钥匙都是挂在车上的，而且呢放在一个露田里面，也不担心被偷这样子。早上的15分，7点15分，我刚骑出50米，我看到这有吃早餐的，我看看村民们准备要去干活的村民们吃什么早餐。米线。老板，我要1份，8块1碗啊。不要辣椒啊！这些配料是自助的，有辣椒面，然后豆芽、花生碎。8块钱的米线。加了点花椒油。还有味精、盐，还有花椒油，一下子香了好多。刚才坐对面的阿姐跟他聊了一下，他们是去采茶的，自己家的茶，他家呢种了30多亩的这个茶树，然后呢他们采回来自己加工，比如说采回来白天采回来，然后经过萎凋以后呢，晚上杀青以后呢再揉捻，然后晒干以后做成生茶，然后就拿去卖。根据这个茶树的品种的不同，它每公斤呢从300到800元不等啊。你像有一些这个茶农呢，他会交给工厂去加工，也就是做成生茶以后呢，他会交给工厂去加工发酵，做成这个普洱熟茶。那么熟茶，它的一个加工的费用是1公斤25元。我感觉他们是不是这个收益都挺可观的？因为1公斤300到800嘛，那么他们可能。从3到5月是采收的是春茶，5到6月是采的是这个夏茶，然后9月到11月是采的这个秋茶。那么1年里面有2/3的时间都有这个茶叶采收。
吃完了，还不错。在山里面8块钱能吃到一碗米线。再喝一口茶，咱们就出发。到处是吃早点的，准备上山采茶的一些茶农们。我在找厕所，然后就发现了这个非常古朴的房子，木结构的，木栏杆的一个吊楼。公共厕所，感觉还可以啊。前面是八角塔，然后呢，这边类似于一个小街的样子。这些茶叶都是露天的，人来人往的哈，因为它这里应该就是一个茶馆的一个样子吧。喝茶的地方，一杯多少钱这样子？那些茶饼啊，都是放在这个桌子上哈，而且随意进出的这个地方，在大山里面就是感觉不必过多的提防的感觉。景迈山，这是一个八角塔。这是一个什么地方？有种像寺庙的感觉。哦，果然是寺庙。这里给我感觉什么东西都是敞开的，免费品茶，看日出云海。这个时候来的不是看云海的季节，本地人告诉我，看云海要12月、1月来。这是傣族的象腿鼓吗？象脚鼓。哇，感觉这个八角塔远看不觉得怎么样，近看的话，它的这个浮雕特别精美，而且非常有历史感、时间的沉淀感。2条伏龙，芒红八角塔。该塔雕刻精美，技艺精湛，造型在南传佛教信仰地区较为罕见。它由塔基、塔座、塔身、塔刹4部分组成，采用当地红砂岩建造。塔座为8方须弥座式，推断其建于清代，由南长江内的汉族工匠建造。还有释迦牟尼菩说法讲道的场景，其余五幅为花卉、动物、神话、人物等图案。顶层浅浮雕则为道教暗八仙。这个还是这一些竹编的。哎呦，踩在上面都有点。它就是一个布朗族的房子，传统房子的一个展示。那里是一个火塘，这个椅子上有很多他们劳作时候的一个工具。哇，这房子太古朴了吧！它上面是用那个稻杆做屋顶的。哇，坐在这里喝茶太舒服了吧，因为这里面朝一片这个山谷，但是虽然它后来被挡住了。这个是之前用牛犁田的一个工具。这个又是什么？过去犁田用的，大多数是一些木质的一些工具。这个也看不懂了，这个像是一个猪槽一样的东西，猪食槽。
在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区呢，它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村寨，我可能会把这些村寨都走一遍。我现在的位置是属于在景迈山最南边的村寨，叫芒红。然后呢，我会骑着摩托车一路北上到芒景，下寨翁基，然后来到这个诺干，这是一个傣族村寨。这些是游客比较少去的，像南座跟班改这些我也会去。明天的话呢，可能再往这个方向，景迈大寨，然后老九坊这些比较靠东边的一些村寨去探索。这里最有名的2个村寨，一个是翁基，一个是诺干，这2个是必去的。朋友们早上好，新的旅途又开始了。我现在在普洱的思茅汽车客运站，准备坐一个班车到达澜沧县。在2023年的时候，云南的景迈山成功成为全球首个以茶文化景观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当然，吸引我前往景迈山旅行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听说那里的村寨还完整的保留着一种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活方式，森林、茶树、村寨相互依存。布朗族、傣族等世居民族在这里世代种茶护林，视那里所有的大树为保护村寨的神树。我现在来到了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这是全国唯一一个拉祜族自治县。然后呢，现在要转车去惠民镇。惠民镇呢，它下面的村寨是我此行的目的地。澜沧县是普洱市的下辖县，现在要转车去惠民镇。从普洱市来到澜沧县，坐这个小班车呢，用时2个小时。可以看到澜沧是位于普洱的西南方向，澜沧县是与缅甸接壤。你好，要一张去惠民镇的。2块钱一个的玉米，我感觉这边的玉米都特别小，像我在西双版纳买的3块钱的也好小的。我买的这个去惠民的一个车票呢，它是一个小型车，它7座的，然后呢要等满7个人才能发车，我是第2个人。味道倒是还可以，就是感觉刚够塞牙缝。7座小车，澜沧到惠民片区，一个7座的面包车。感觉要等挺久呀。那辆7座的小面包车把我这个转移到了一辆大的班车上，他说我的行李太大了。现在是12点25分，来到了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的惠民镇，准备呢从这里转第3趟车前往景迈山。这里有公共交通工具直达景迈山。我问了一下本地人那里写着距离景迈山茶林文化景区呢有8400多米，也就8公里多一点。从惠民镇去景迈山的一个公共交通呢，它好像只有2个班次，一个是中午12点，一个是中午的下午的2点钟，所以现在就是12点半，还有1个半小时呢，吃个饭先。一荤一素10块钱。正常的是中巴的，今天换了一辆大巴，从这个地方到芒景。这是今天的第3趟班车了。
现在是进山了，汽车一直在盘山公路上不断的上升，然后我看着两边高大的陡峭的山谷，我预感到这是一片将令我沉迷的一个山区吧。大巴在这个路口停了，它是继续前往芒红那边的。每个寨子有每个寨子的特点。一个寨子住2天。诺冈、邦改、景迈大寨、龙本、芒根，这些都是傣族寨子。诺冈是傣族的。对，这个景迈山最古老的寨子就是诺冈。哦。那上面有一个茶祖庙，这上面。他前2天刚搞了那个祭他们商康茶族的活动，刚搞完。布兰菲民宿。是一个没有卫生间的，用公共卫生间的一个小单间。公共卫生间在这里，几个平方米吧，大概不大。布兰菲有吹风筒、纸巾、矿泉水免费的，牙具。这里。原本呢，我想在这里这个客栈住7天的，7天的话呢，它可以优惠一点给我，就是80块钱1天。然后呢，摩托车的话60块钱1天。后来呢，我一想吧，我住这个地方7天可能有点久了，不如我在这个寨子住2天，那个寨子住2天，那个寨子住2天，这样我拍摄到的每天的日出日落可能风景都不一样。接下来几天呢，就是我探索这么一个中国最新的第57个世界遗产的一个探索之旅，它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茶为主题的世界遗产，茶叶的这个发源地。云南景迈山约分布着10个村寨，而我第一个晚上下榻的村寨叫芒红大寨，是一个被古茶林包围的布朗族古村落。它位于哀牢山，海拔在1350米左右，刚好处在云雾线之上。当地人说，景迈山跟周围的村寨整体布局像一头大象，而芒红大寨就在大象的臀部。村口保留着一座清代的8角塔，村中呢还有60多栋传统的干栏式木屋。在村民心中，这里还有几处神圣的地方。南边的龙山被认为祖先最早定居的地方，西边的茶祖树是当地树林最大的古茶树。每到重要的节日，村民都会在这里举办祭祀的活动。村里还有村边的一些大树，也被视为守护村寨的神树。现在呢，客栈的大叔带我去他大女儿家吃饭。这地方吃饭的话没那么方便，在山里面嘛。哦，谢谢啊啊！制茶呢有这么几个步骤，现在就是属于第2个步骤，属于是萎雕，会让它自然的晾晒在一个地方，让它的水分烘干，能闻到很新鲜的这个茶叶的味道。在这个村子呢，感觉你去到任何一户人家里面呢，他都会问你喝茶吗？来，我们一起喝茶。这个茶成为这个生活的一个中心，因为他们的一个以茶
为谋生的一个方法嘛，为主要收入来源。这美女啊，怎么样？确实美。他最爱开玩笑了。这是普洱。正宗的普洱。啊。来口，我想起嘛，你要口。试一下正宗的普洱熟茶。对。啊。你看到没有？好嘞。这是你的菜，你的碗。好，谢谢你的筷子。慢吃。慢慢吃啊。来了，兄弟们，吃饭。哇，这么大一碗饭，在普洱澜沧景迈山的第一顿饭，这个青椒炒肉，这个味道很好，又香。你吃了没有？等一下我要吃火锅。接下来几天呢，我打算骑着摩托车，把景迈山周边的可能有接近10个村寨，都给它探索一遍，真正的去融入到布朗族、傣族的一个生活里面，就是了解他们以茶为生的这种生活方式，这种茶文化。这里到了晚上，就感觉特别静谧。就是那种大山深处，天黑以后呢，就回归到了大自然原始的那种感觉，能听到这个蛙叫、水流声。阿姨，吃过饭了？走嘞。泡了一杯红茶，刚才喝过普洱熟茶了，现在试一试红茶。来了，在普洱景迈山的第一杯红茶。现在就出了芒红寨了，现在来到了芒景下寨。这里早上骑着摩托车还是挺冷的，最好穿一件外套，因为是山区嘛。它的一个早晚温差较大。哇，昨天那个师傅告诉我，真的在这里游玩，如果你走路跟你骑车是不一样的，因为你骑车那个风吹来的时候呢，那个叶子的那种芳香，茶树的芳香会扑面而来。特别是早上哈，因为人还没那么多，感觉这个村子在慢慢苏醒的时候呢，你去看它，这一面。我检查一下这个油箱是不是满了？满了吗？不满。不满。你看不呢？这可能应该是1/3吧。1/3啊。像我脚下的呢是这个石头路，过去呢好像是说不给做沥青路，因为沥青路可能会破坏这里的茶叶、土壤、生态，然后改成这种更加原始的这种叫石板路吧。这里就到了翁基村的一个入口了。昨天我就是在这里拖着行李箱。翁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咱们把车停在这停车场这里，然后慢慢探索这一个美丽的村寨。像这些村寨呢，大多是处在山头的位置，也就是俯瞰着陡峭的山谷的这么一个居高临下的位置。无论是我住的芒红寨，还是现在这个翁基寨，它都是处在这个山顶的一个陡坡上。翁基寨，我现在的位置是在村寨的北边，可以看到哈，它的四周是古茶林。
通常呢，到了一个村寨，我喜欢先用无人机俯瞰一下这个村子的整个全景，这样子呢，可以在后续的探索中呢，详略不等的去游览这个村子。这是云南景迈山里最知名的一个村寨之一——翁基寨，一个被古树林包围的布朗族古村落。翁基寨位于哀牢山，又称芒景山山脉北麓，依山而建，被古树林包围。村子建在山腰，大约海拔1350米，常年云雾缭绕，环境非常的原始自然。相传布朗族的祖先来到这里时，通过看卦选址建寨。翁基这个名字在布朗语中正是看卦的意思。整个村寨依山而建，房屋沿着等高线一层一层排开，布局非常有秩序。这里至今仍保留着传统的钢栏式木屋，是典型的布朗族民族建筑。村子里有寨门、佛寺，还有被当地人视为神圣的古树。对布朗族来说，茶树不仅是生活来源，更是一种信仰。几百年来，他们世代与茶相伴，也守护着这一片古老的茶山。如今，随着生活的发展，村子周围呢也建起了新寨，但老寨依然保留着最原始的样子。在村口就看到布朗族的一些妇女在晾晒茶叶。奶奶你好。你好。这是普洱茶。是普洱茶。这是生茶哈。不是，是古茶。我们儿子嘛去小学打萍江。打萍江的古茶，买的嘛，帮买嘛。这又是新修的，可能一些民宿什么的。好大的一棵树，在这边景迈山呢，你能经常看到各种各样的品种不一的大树。然后看到一个大哥在打锣，然后我问他说是今天轮到他家值班了，这是一个防火的信号，提醒村民们要注意防火。在路上呢也能看到很大的一个消防的车辆，所以这个防火的意识在这一片树木葱茏的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也在培养大家的这种防火的意识。因为这里很多房屋是木质结构的，所以如果说起大火的话，真的是草木不生，生灵涂炭。奶奶你们好。哦，那好。是去采茶叶吗？要去采茶。我可以跟你们去看一下吗？哦，远喽。很远啊。啊。要走路多久呢？要走路嘛。现在嘛，茶叶不发，你看嘛。1分钟都不到。要睇。好啦，กินยำ好了，但刚才买了。看一下这棵古树是什么树啊？合果木、山桂花。这是放养的小鸡。你看这些大树在很多地方都能成为景点了，在这里的话随处可见。这位阿婆呢，她自己下去了，跟这2位阿婆分道扬镳了。他们的一个自家种养的茶树呢，通常有几十亩到300亩。像布朗族的先民，当时就是逃难的时候来到了这一片景迈山，他当时生病了，然后就是吃了这个茶树以后呢，这个病神奇的治愈了，所以呢他就决定在这个地方定居，然后呢繁衍生息，
后来他们的先民就意识到哈，这个黄金啊、金钱啊都可以花完，但是呢，唯有种这些茶树，可以让子孙后代享用不尽，就是这么一种意识，让现在的景迈山的这些他们的子孙后代呢，能够享用这些茶树、这些古茶树几百年、上千年的这个茶树的一个成果，很有前瞻性啊，很有。茶叶不好，不好采。哦，不有茶叶。没有茶叶采。哦，好像奶奶们在看这个茶树的一个生长情况，看它是否符合采茶叶的一个标准了。然后好像还没有茶叶长得很好的一些茶叶可采。在翁基好像是没有具体的一些景点，观光景点。来到这边呢，主要就是感受一下布朗族的一个生活方式，他们跟茶的一个联系，他们以茶为生的这么一种生活方式。这里写着布朗族传统民居建筑，看一下，它跟傣族的栏杆式傣民居是很像的。这就是寨星，寨星是一个存在的保护神，每个存在的寨星的一个造型都是不一样的。景迈山上的村寨呢，深嵌在古茶林之中，形成了村依茶林、茶林绕村的格局。一个个村寨之中，干栏式民居、佛寺、寨星、寨门，这些都是不能缺席的元素。这里是讲台吧。茶主故事，翁基生活，这是一个布朗族传统民居的一个展示点。不同的茶，它的制作工艺是不一样的。像酸茶的话，它的主要是采茶、汤晾、蒸茶、装竹筒、埋地、晾晒。近年来，布朗族在延续本民族对茶的理解，也是刚才前面提到的酸茶跟烤茶。然后呢，他也在不断学习现代普洱茶的制作技术，这也是我在村里面逛的时候发现村民们最多采用的一种制茶工艺哈。首先是采茶，然后汤晾、杀青、揉捻、晒青，这是普洱生茶的一个制作的步骤。景迈山上共有125棵489属943种植物，它们与茶一起构成息息相关、环环相扣的古茶林生态体系。茶林上层以高大乔木为主，它们为茶遮阴，在乡土知识中，不同树种还会给茶带来不同的滋味。茶林中层以小乔木和灌木为主，它们与茶一样潜力无穷，或产野果，或能赏花，还能制作器具。茶林下层以草本植物为主，它们为茶沃肥，大量成为村民日常的美食。芭蕉、大果榕、西南木鹤、红椿、乌墨、云南石心、番石榴、西树、大叶梅、石斛、腊肠树、翠柏、菩提树、楠木、中国山樱花。看一下翁基村的佛寺。翁基佛寺位于芒景村翁基老寨北端，是村民举行佛教仪式和重大节庆活动的场所。在左右两边的厢房呢，是僧侣的一个住所。还有一个侧门，地上这个是什么呢？
这就是一棵古柏树。翁基古柏，它是树龄有2500余年以上，树根径为11米，胸径3.5米，树高20余米。相传翁基后山上有妖龙为恶村里，为解除村民苦难，一佛爷来到村头，打坐诵经，点化恶龙。日久天长，恶龙终受感化而变为了柏树。它与古寺相伴相生，绿荫蔽天，村民称之为古柏听经。消防水缸，家家防火，户户平安。消防太重要了，很多房屋是这种木结构的一个房屋。我在西双版那边呢，他们叫栏杆式歹民居，这边呢叫钢栏式建筑，叫法不一样。这位美女告诉我，那个挂在屋上的叫皂角，它是起装饰的作用。就是面对着这一棵凤凰树，那种感觉真的是直击灵魂的震撼，不是瞎吹的哈。以上是本集影片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这集影片，请帮点赞、订阅我的频道。下期影片看我在景迈山经历了怎样的惊魂一刻。